哎，那不是刘宋公主的花轿吗？走，去看看，真是她！我们大魏的摄政王迎娶刘宋的公主为王妃，为宋永结百年之好，再也不用打仗了。不过咱们摄政王风姿卓然，什么美人配不得，居然要娶个刘宋的丑女为妻。你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听说这位公主啊，眼如铜铃，有着血盆大口，腰如木头，甚是可怕。为大魏百姓如此牺牲，王爷实属不易呀。可怜的摄政王殿下。恭喜殿下，多谢大家今天到来。恭喜殿下，恭喜啊！恭喜！殿下，吉时已到。知道了。可是，公主的銮驾迟迟未到，要是到了吉时可怎么办？沈玉会及时赶到的。恭喜摄政王殿下！多谢，这边请。什么人？保护王妃！王妃呢？阁主早就知道去大魏的路上不太平，他要真的在里面的话，早就被射成筛子了。啊！他在前面的驿站等着我们呢，快点！好呀！恭喜恭喜啊！哎，这眼看吉时就要到了，怎么还不见新娘子呀？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？沈将军亲自护送，怎么会出事呢？诸位放心，沈玉一定会将公主及时送到。来。来了来了来了！殿下，人来了！
跪！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新人对拜。礼成。沈将军，一切可好？有人行刺。什么人？应该是想破坏魏宋联姻的罪人吧。打人的？哼。王妃，王妃，万万不可！怎么了？这仪式不都完了吗？想必李冠一定告诉过你，这盖头得殿下亲自来揭开。那他去哪儿了？王妃恕罪。我问你殿下去哪儿，你跪下干什么？说啊，你家殿下去哪儿了？殿下他，
雪云，没想到你如此倔强，非要和刘宋公主同一日嫁过来不可。殿下，你不高兴吗？只是太委屈你了。有殿下在身边，雪云一点都不委屈。只是今天是你大婚的日子，丢下王妃来我这儿，没有娶你做正妃，我已经十分愧疚。今天晚上，绝对不能委屈你。你什么呀？啊！哇！你看，哦，别动静太大了。没事吧？殿下，王妃娘娘她不见了。我在这儿呢。王妃，刘宋向来重视礼仪，竟有如此荒唐的公主，简直闻所未闻。哼，我泱泱大宋无奇不有，闻所未闻，只因孤陋寡闻，怎么能怪我呢？你在上面干什么？不知道非礼勿视吗？我要是不看，怎么知道你们在做非礼之事啊？既然不能未卜先知，那就只能不知者无罪喽。哎，还我先呢！先道歉。新婚之夜抛下大宋公主，此乃公然羞辱，到底谁该道歉？兰若，把她带回去。王妃，我们回去吧。我自己走。一砸就倒，弱鸡。殿下，殿下，你实在不该对王妃那么苛刻。再怎么说，她也是刘宋公主，背井离乡，实在可怜。哼，牙尖嘴利，寸步不让。我的行为根本伤不到她。
刘宋公主任性妄为，我派你吩咐几个人教导她，成果怎么样？殿下放心，兰若正在悉心教导，想必已卓有成效。姐姐，再高点！嘿，再高点！再高点，再高点！王妃，太危险了，我们赶快下来吧。再高点！下来！公主！王妃，滚！公主，王妃，公主。殿下恕罪，奴婢一时疏忽，竟然让王妃娘娘受了伤。兰若，我让你好好教导她，你竟然带她玩！小气！你说什么？怎么啦？不就压一下吗？你还占便宜呢，干嘛那么生气？你分明……哎，千万别这么说，想说我故意勾引你是吧？俗，太俗了！你自己照着长什么样再说吧。带她下去。是，下午还来玩呢。走吧，王妃。多找几个人教她礼仪。是。参见王妃。你快放开我家主子！许云，主子，站住！你在干什么？王妃，我们家主子身体娇弱，您纵然心中有气，也不应该撒在他身上啊。他身体那么弱，怎么承受得住啊？错，奴婢哪里说错了？你的话谬误有三：第一，刚才我没碰他，是你叫我放手的；第二，水那么浅，能淹死谁啊？水不深，但水凉啊。主子身体娇弱，受了风寒一定是要命的，他怎么会自己主动跳进去呢？当然是为了冤枉我。你血口喷人，避邪，不得妄言。殿下，你瞧见了吧？王妃害了主子，竟还出言污蔑他。你要干什么？至于第三嘛，啊！许云，主子，你干什么？我刘楚玉要惩罚别人，直接丢下去就好了。许云，主子，殿下，什么事这么着急？冯太后派人传来口讯，请摄政王妃3日后参加宫宴。宫宴？不过殿下放心，冯太后派人请来教养姑姑，专门负责教导王妃礼仪，以确保她不会扫了摄政王府的颜面。走，去看看。汉人最讲究礼仪，而你却完全不通晓卫礼。王妃身份高贵，是大魏女子典范，你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都当格外留神。王妃，要双手端茶杯，喝茶不能转脸。天哪！喝茶的时候双手不能高过鼻子，快放下，重新开始。皇室有皇室的尊严，行莫回头，语莫先唇，坐莫洞悉，立莫摇裙，喜莫大笑，怒莫高声。这些你都应当牢牢地记住，别再犯错了。奴听说王妃总是动不动就和摄政王争执，是不是啊？我没有，是容止不讲道理。王妃，女子出嫁，夫主为亲，丈夫二字便是你的天。更何况你的丈夫是大魏的摄政王，身份尊贵，怎可直呼他的名讳？
既然是缔结的婚盟，那他是天，我还是天呢。你去叫他，给我这天过来磕个头，我就原谅他了。你太过分了！王妃，你干什么？清月，你有完没完啊？打回去！住手！殿下，救我呀！清月，别！殿下，救救我！魏宋联姻是为了促进和平，你这种行为会让别人觉得你没有教养，进而藐视刘宋。你在跟我讲道理吗？是。好啊，那我也跟你讲讲道理。大魏高宗崩逝之后，冯太后韶华之年，立扶幼主登基，平定引魂叛乱，挽大厦将倾，何等威风得意！可数年之后，他锋芒尽敛，毫无建树，反而逼女人去学孔孟之业，简直太迂阔了。难不成当了皇太后，就毫无当年锐气？亦或是……够了，不想谈大魏？好啊，那就说说汉女。当年孙恩之乱，会稽长官王凝之守备不力，仓皇出逃。他的夫人谢道韫听闻敌至，镇定自若，拿刀出门，连杀数人。哼，女人，先而为人，后分男女，什么规矩？大敌当前，全是狗屁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当然吐不出了，你吐一个我看看。不好好学规矩，还振振有词，难道说你怕了？我怕什么？当然是怕被我们大魏的名门淑女比下去，所以根本不敢应战。你可真狡猾啊，这是激将法。哼，怯懦就是怯懦，不要找各种理由推辞。你的种种嚣张的言行，只不过在隐藏自己内心的恐惧。3天后，你要是学不会，只能在宴会上丢人了。你放心好了，我肯定不会输的。拭目以待，好好走不送。赵姑姑，拜托你了。不，殿下，奴实在是不敢教了，不敢了。赵姑姑，你可是冯太后派来的人，知道事情的轻重吧？王妃，我不敢了。拿着，让他继续教，教不好，抽他。来人，倒茶。殿下，马侧妃是因为之前落水受到了惊吓，才会卧床不起。殿下不必过于担心，吃2服药，好好休息就好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雪云，这2天我一直担心你，让我看一下。殿下不可。雪云，这2天我一直很担心你。殿下，请你先回去吧。你是不是还在生气？刘楚玉简直欺人太甚，毫无公主仪态。雪云只是不想让殿下看到自己憔悴的模样。雪云，在我心里，你是最漂亮的。殿下，你不怪雪云了吗？那件事情本身就不怪你，你才是受害者。我不会再让别人欺负你了。有殿下这句话，雪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主子，该用药了。我来吧。殿下，这不合礼数。乖乖吃药，这样我才能放心。殿下，赵长史已在院子外头等候半个时辰了。让他下去吧。今天不管有天大的事情，我都要陪雪云。殿下，雪云真的没事了，你快去忙吧。我怎么能把你困在这一方天地呢？要是传出去了，别人会说雪云是红颜祸水的。为了雪云，
即便背上昏庸之名，又有何妨？殿下愿意，雪云可不愿意。殿下，你快去忙吧，要不然赵长史可真要怪罪我了。好，那我忙完再来找你。辟邪，送殿下出去。是。不用了，好好照顾你家主子。主子，该用药了。我来吧。殿下，这不合礼数。乖乖吃药，这样我才能放心。殿下，赵长史已在院子外头等候半个时辰了。让他下去吧。今天不管有天大的事情，我都要陪雪云。殿下，雪云真的没事了，你快去忙吧。我怎么能把你困在这一方天地呢？要是传出去了，别人会说雪云是红颜祸水的。为了雪云，即便背上昏庸之名，又有何妨？殿下愿意，雪云可不愿意。殿下，你快去忙吧，要不然赵长史可真要怪罪我了。好，那我忙完再来找你。辟邪，送殿下出去。是。不用了，好好照顾你家主子。想不到这个刘宋公主竟然是个魂不吝。好在殿下始终站在你这一边，完全不肯相信她呢。殿下是对我心存愧疚，才会对我这么好。主子啊，在殿下心里呀，你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，为什么要和有名无实的摄政王妃较劲呢？你以为我在乎的是摄政王妃的尊位？陆师爷，我知道那天是我太莽撞了，可是我就是想看看殿下会不会无条件的偏宠我，又能到哪一步？哪怕知道是我的错，殿下也会义无反顾的站在我这边。陛下，谷水、洛水泛溢，溺死百姓上万人。如今大水仍不退，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洛水流域灾民流落到附近州县，请您尽快下旨拨款赈灾，及时安抚灾民，继续修缮上阳、基翠、岳碑3大堤防，以期抵御谷洛水患。陛下，水患的确很紧急，但是荆州的将士也不能不管。薛贤虽然被诛，但是剩余残部蠢蠢欲动，我军将士缺衣少粮，这仗要怎么打？霍将军已经连上3封奏章，催促军饷之事，可不能再拖了呀！王阳，陛下，军饷要管，水患也要管，可户部库房实在是拿不出钱啊！那就先解决军饷的问题吧。赵世忠，我们把全部钱粮送到战场，后方的落难百姓怎么办？难道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百姓们流离失所、无家可归吗？他们都是我们大魏的子民啊！难道你要让陛下弃他们不顾，于心何忍？军饷不足，叛乱未平，一旦军中起了哗变，这将不堪设想。康王，霍将军纵然有滔天之能，也不能让士兵们一边喝西北风一边打仗吧？当务之急，只好增加赋税。陛下，这件事情，请交给微臣来办吧。不可，陛下，如果增加税收的话，势必会增加老百姓的负担，万万不可呀！哪像？非常时期，非常手段，出此下策，我也无可奈何呀。除非，摄政王殿下有其他的解决办法。摄政王，对此事你有何看法？康王说的有道理，灾区的百姓实在不能置之不理。赵世忠说的也不错，军中的粮饷实在不能再拖了。那殿下，你的意思是？两权相较取其轻，比起将来的兵祸，眼前的百姓更难。臣认为，应当先拨付赈灾款。殿下，您，摄政王，这样根本就是瞻前不顾后。前线的士兵怎么办？陛下放心，
臣一定想办法筹措军饷。摄政王，现在时间很紧急，你如何设法？还没想清楚。还没有想清楚？那你还应承，简直就是可笑。那康王意欲何为？只要加一条拥军税就好了，一切都可以解决，总比摄政王的口头保证强多了。马相说过，增加百姓负担，就等于自毁长城。加税一事，不要再说。摄政王，我也是为了边关将士着急啊！你自己说想法子弄到，既不提办法，又没有实现，难道让他们白开心一场吗？那就10日。前线的军饷撑不过1个月，哪怕你筹到，慢慢的运到荆州，到时候只能给霍将军买谷了。那就以3日为限，容我想出筹措军饷的办法。若想不出呢？所有罪责由我一人承担。口说无凭，到时候摄政王拒不承认。就3日，不多不少，你我2人击掌为誓。一言为定。要3日里想出筹钱的法子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呐！对呀，你说这摄政王是不是疯了？康王步步紧逼，摄政王那是走投无路呀。话也不能这么说，摄政王殿下为大魏百姓也无半点私心。 3日之后，如果再没有眉目的话，摄政王这脸可丢大发了。最后闹腾一场，只怕又要增加税饷。哎，可怜百姓又得跟着遭殃喽。殿下，你也太失措了。3日之内就要想出筹措之法，还是30万人的军饷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呀！你刚刚当了摄政王，就接下这么一块烫手的山芋，要是做不成的话，就成了天下人的笑柄了。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哎呀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？摄政王，祝你马到成功。多谢。殿下，3日之期已到，军饷的事，我已命人筹备得当。落日之时，你帮我把所需之物送出城去。筹备得当？可这3日殿下都没出过门啊！没出门就不能想法子吗？莫非殿下动用了自己的私库？不，万万不可！谁？怎么回事？殿下，摄政王府里可能有眼线，咱们刚刚说的话可能已经泄露出去了，是否改变计划？殿下，一切准备就绪，你该去赴宴了。沈玉，请殿下吩咐。军情刻不容缓，一切按原计划。不过，多加小心。是。外面风这么大，你又风寒未愈，怎么穿这么少？殿下放心吧，雪云已经好很多了。你呀，就是太懂事了，让我不知如何是好。殿下。走吧。兰若，你不必太担心了，有殿下在，只要王妃不乱说话，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。但愿如此吧。赵长史，沈将军已经带人护送箱子从后门离开了。兰若，回去吧。
殿下，表弟遇上什么好事了？当然是能让摄政王栽跟斗的好事。殿下稍等片刻，好戏马上就上演。太后，儿臣敬你一杯。陛下，康王呢？回娘娘，殿下传讯，稍后就到。殿下，王妃今日与往常不太一样啊。太后亲自派人教导，是块顽石也被点化了，只盼他不要当众出丑，让太后难堪。殿下放心，雪云会小心指点的。辛苦你了。母后，这刘宋公主生得美丽，瞧着也娴静大方，也不算委屈了我舅舅不是，这样母后也就能放心了。朕还担心母后会怪罪儿臣。怎么会，陛下？近日朝廷琐事繁多，打扰了陛下抄经念佛，母后也深觉罪过呢。有了摄政王，朕确实觉得轻松了许多。不过，那薛虎子刚直清洁，母后从前因为他醉酒误事，就将他贬为镇门士，未免太可惜了吧？朕已将他官复原职，母后不会生朕的气吧？我早已不问政事，陛下斟酌便是。是。母后觉得味道如何？这道羊舌鲜嫩味美，只可惜陛下食素，错过了这人间美味。只要母后觉得好，儿臣便心满意足了。传赏。你不喜欢？味同嚼蜡。可我觉得好好吃啊！陛下，这说到美食呢，微臣想起了宋人的一道菜，叫
狮子下酒，那才是别有风味呀。狮子下酒，这又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就是说这宋人追求什么名士风度，爱饮酒，不爱洗澡，浑身上下长满了虱子。喝酒的时候呢，没有下酒菜，干脆就从头上摘下一个虱子，用来下酒。你要干嘛？王妃，万万不可呀！干什么呀？陛下，楚玉就想给大家跳一支舞，你看他们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么胆小啊？原来如此。别忘了你答应我的。楚玉，不得无礼！你干什么？我是朝廷的。皇上说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请你喝狮子下酒。没王法了吧？陛下，你要为老臣做主啊！陛下，陛下，请为老臣做主啊！陛下，臣有要事禀报。你看，这些箱子当真是从摄政王府运出来的吗？我的暗桩在摄政王府潜伏日久，发现这3日，荣旨打开库房，一直在盘点府内的金银玉器，可见他为了援助霍玄，不惜动用私库。如今摄政王丢了这批财物，就无法解决军饷之困，之前的信誓旦旦全都化为了笑谈。你说他是不是丢脸丢到天边去了？不只是丢脸而已吧？不只是丢脸。荣旨向来喜欢装腔作势的，没想到背地里面这么会敛财。如果皇上看到这些箱子里面的金银珠宝，他肯定十分惊讶。原来他清廉的好摄政王是个贪财的蛀虫。你是说，一会儿啊，清点一下，带箱子跟我一起入宫去吧。是。皇上驾到！陛下，摄政王，这些就是你失窃的军饷吗？是，臣精心筹备，没想到半路被劫。还好我早有防备，在箱底铺了层沙子，才能一路追踪到此。陛下，康王，陛下。私劫军饷是想干什么？是要颠覆朕的江山吗？陛下，请听臣解释，臣这么做也是为了大魏的江山考虑啊。哼，你说，朕倒要看看，
你还能说出什么话来？臣眼见摄政王足不出户，却放言筹措，心里十分忧虑，就格外的关注了一些。今天得到了线报，说摄政王为拉拢霍玄，解决困境，不惜大义凛然地用了自己的私库。我转头一想，这事不对啊！哪里不对？第一，霍家军是我们大魏的军队，摄政王为什么要用自己的钱来养兵呢？除非他早就跟霍玄勾结，这30万人已经变成他们自己的人了。第二，这30万军饷，光靠摄政王的日常进项，哪能填得了这么大的窟窿呢？莫非摄政王早日里也敛了一些不该敛的财？所以臣疑虑重重，找了人探查了一下，如今水落石出，令人震惊。陛下，您看看这些箱子，是摄政王的金银珠宝啊，更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。如今他想用这些钱把大魏的军队收为己用，真正其心可诛啊！你怎么不早点说？这是假公济私，心怀谋逆。臣念及多年情谊的份上，又怎么忍心呢？所以徘徊犹豫，连宫宴都没有参加，就怕一个弄不好，至亲不和，君臣离心，更怕激怒了摄政王，来个鱼死网破，不死不休。摄政王，你可有话要讲？沈玉，卑职在。你亲自打开箱子，让陛下看一看，里面到底是什么。是。康王，你好好看好了，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我敛财私吞、收买军队的证据。给我打开！谁给我打开？陛下，微臣闻这味道，似乎是我们军中随处可见的马粪呐！给我打开！这里一共20只箱子，全都装着马粪，不用再找了。不，怎么会这样？一定是摄政王设计陷害，一定是！分明是你们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愚蠢！摄政王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陛下，臣绝无设计康王之意。陛下，这一定是他故意玩弄，箱子里面怎么可能装的都是马粪？臣答应过，3日之内必定想到筹措军饷的办法。这马粪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就靠马粪？是，20箱远远不够。可御马监、文武百官、贵族富户，还有军营中不计其数的战马，马粪积累多年，无处安放。我们可以把它收集起来，当做肥料用，至少可以减缓前线的紧急情况。可如今的马粪值钱吗？值。农民可以用来种田，富贵人家可以用来养牡丹，只要数量够，就可以卖得大价钱。这听起来太匪夷所思了。陛下，摄政王这叫一箭双雕，此计大妙啊！一箭双雕，朕都有点被你们说糊涂了。摄政王用马粪卖了赚钱，一可以缓解前方的军饷危机，二可以给我大魏的敌人造成心理威慑。我大魏的马粪越多，证明我们的战马越多，战马越多，骑兵越多，这正是我大魏纵横天下的优势所在。所以敌人能不害怕吗？只是摄政王用卖马粪挣钱这种方式传出去，实在是有点损我大魏的威名。只要能让军中将士温饱，让百姓平安，被笑话又怎么样？更何况，主意是我出的，要笑也笑不到陛下头上吧。我是打定主意要做这个马粪摄政王，谁都别拦着。马粪摄政王是舅舅，亏您想得出来。只可惜，摄政王的一片苦心，却被康王误会，实在是让人痛心疾首啊！殿下，摄政王，我一时糊涂，
错怪了你，都是我不好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这一回吧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你我二人更谈不上原谅二字。康王，快起来吧。哼！康王今日所为，不识大体。你原谅他了，朕还没原谅他呢。臣有错，请陛下责罚。从今日起，你就好好待在府中反省，什么时候脑袋清醒了再出来。哼，是。摄政王，好手段！康王不必动怒。上次你派人刺杀刘宋公主的事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这回你又把累赘的马粪搬回来，怪得了谁呢？刺杀刘宋公主，证据呢？你派去的都是死士，又能有什么证据？不过世事无常，不会每次都没有破绽。好好看着你这个表弟，下次再闯祸，你未必兜得住。马粪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就留给你好了，顺便把王府的门修一下。刚刚沈玉进来的时候，不小心打坏了。沈玉，我们走。殿下，就这么忍了吧？你自己愚蠢的上当，还有脸面跟我讲话？好了，起来，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没有什么灰心丧气的。我们也不是没有收获。收获？你以为这些马粪能凑得了30万人军饷吗？这些鬼玩意儿，最多撑上10来日罢了。荣止今天的所作所为，恰恰证明他心虚。走着瞧，大队靠马粪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。到了军队饿得啃白骨的时候，我自然会找荣止算账。王妃，王阳为人虽跋扈了些，却也是户部尚书啊，是殿下用得着的人。你这样做，大大得罪了他，将殿下陷于不义之地。明日殿下还得备齐了礼物，上门亲自赔罪。你身为他的妃子，却不能为他担忧，这实在是……停车！哎，清月，跟我去逛逛。走，王妃。这可万万使不得呀！殿下临行前嘱托属下立刻送2位主子回府。那你立刻送马瑟妃回去吧。走。哇，主子，这该怎么办啊？先回府吧。回府我们怎么跟摄政王汇报啊？如实汇报呗。郎君要买花吗？这花不好看，这花更娇艳。来，让我摸一把。怕什么？我是大宋远道而来的贵客，有的是金银珠宝，怕我不给钱吗？啊，怕什么？这里是大魏领主，你怎么敢在这儿放话？太过分了！哼，大魏千方百计求来了大宋公主，我们这些使臣自然也是贵客，谁要是得罪我，就是有意挑起宋魏纷争。你太过分了！就是还要怎么样？欺人太甚！使臣要怎么样？能当街欺负人吗？使臣就是了不起，你们能怎样？来，你是什么人？收拾你的人！你是大宋人？不怕引起宋魏纷争，你就斗我试试。走。别动。看什么字？说呀，啊什么啊？蠢字，汉字都不认识，还说自己是大宋人。
我还说呢，自古做坏事都心虚，少有自报家门的。你哪来的口仗人势的无赖？原来是个冒牌货。说，为什么冒充大宋人？说，我就是大宋使臣。巧了，我是大宋公主。清月，带我府。走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还知道回来啊？又生气了？怎么心眼比真家还小？你还不认错？王妃，快别惹殿下生气了，快给他赔个不是。不需要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刚我在路上遇到有人假冒宋使，被我顺手抓回来了。假冒？不信的话你去看啊。怎么样，瞧见了吗？就这些吗？摄政王殿下派人送来的粮草只够维持13天。信拿来。这个混账，每次都把难题丢给我。摄政王殿下说什么了？王泽，我们来请客吧。请客？将军想要请谁的客啊？驻军这么久，荆州官员、世家大族，还有那些富得流油的商人们，可都还没见过呢。将军，你不会是要打他们的主意吧？千万不行啊！这帮家伙虽然有钱，但是却是盘根错节。将军要是得罪了他们，就等于得罪了各方势力，将来如何在荆州立足啊？我也不想釜底抽薪啊，但现在荣只需要我的支持。那咱们也不能打他们的主意啊。你知道，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他的要求。我知道你不想让摄政王失望，可这件事实在是非同小可，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，啊？只要我想办，哪怕天大的事，我都要给他办成了。就算是要请客，咱们也没闲请客啊。走吧，去打几只野味，给他们备菜。打野味。霍玄敬大家一杯。今日请大家过来，不过是旧事重提。军中粮饷不够，希望大家携起手来，共度难关。刘刺史，你是荆州长官，希望你为大家做个表率。霍将军，我掌管荆州多年，虽然表面风光，实际上俸禄不多，贴补家用都不够，哪里有钱粮借给你呢？是啊，霍将军，这荆州本就不是富庶之地，这半年来又饱受叛军滋扰，城中百姓那是苦不堪言呐。我们虽然有些俸禄，可也抵不过坐吃山空啊。所以，还想请将军替咱们荆州的官员，向皇上上个折子，说一说我们的难处啊。林别驾所言极是啊，想我越不过米2担，可是这家中却有数十口子人呐，这就连老鼠都饿得只咬自己的尾巴。哎，这不，就在昨天，我还去了一趟当铺，把家中一幅祖传的名画都给当了。哎，对，咱们自个儿的日子都过不去了，将军，您就别再为难了。哦，看来是霍玄闭目塞听了，竟不知诸位大人过得如此清苦。我看是诸位大人没说实话吧。刘刺史，照你刚才这么说，你都没米下锅了。可是我听说你前几日花了5万钱呢，迎娶了荆州名妓做小妾，当真是舍得呀。吴常侍，听说你在家里拿蜡烛当柴火，用香料涂房子，女儿出嫁更是铺出了10里的锦缎，当真是享受啊。至于你林别驾，你想要上折子是吧？好啊，你上个月打马吊刚好输了1万钱，要不要一并写入奏章啊？这，还有你于司公，哟，听说你把家传名画都当了。这样吧，咱们将军一向好心，不如替你先行赎出来。军饷如此匮乏，将士们连饭都吃不饱，而你们呢，口口声声说自己忍饥挨饿，苦不堪言，可事实上呢，背地里却花天酒地，无所不为。怎么，
逛窑子、打马吊、养家谱有钱，贡献大魏的时候，就1分钱都掏不出来了吗？哎，王副将不必动怒，想必刚才各位大人是和我开玩笑。要真要他们出钱，一定是舍得的，对不对？霍将军，若我执意不舍，你又待如何呀？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，动手！霍玄，你借钱不成，竟敢明抢，与土匪恶霸何异？少在我面前摆飞凤将军的臭架子，老老实实跪下来求饶。或许我可以看在你父亲的份上，饶了你这番行径。啊，是啊，霍将军，你想要粮食，倒也可以，只要讨得刺史大人欢心，这给个100担，那又何妨啊？只不过，这哄男人开心的法子，你懂吗？你再说一遍。王泽，两位大人说的对，霍学要是明抢，那就是罪名满天下了。纵使是皇帝陛下，也不会饶了我的。王泽，退回去吧。将军，还不退下？王副将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也该得和你家将军好好学学。这万事嘛都好学，可有一样，这王副将怕是学不来啊。哦，是哪样啊？要是没有这个，霍将军如何讨好摄政王，跟他情深意重，比肩而立呢？放肆，怎可对将军无礼？诸位还不知道吧？咱们的飞凤将军就是靠着无可匹敌的美貌，才混入叛军薛贤的军营的。人都说这最难消受美人恩呐，霍将军不惜出卖色相，以身饲狼，才换来战功赫赫，大魏太平。微臣实在是佩服之至啊！说得好，笑够了，那就上菜吧。各位，请。哟，这切块不错呀！霍将军还有如此雅兴，特意准备了如此美食啊。不过这鲈鱼是不是老了点儿？林别驾，你眼花了，那可不是鲈鱼。不是鲈鱼，不是鲈鱼，而是鲤鱼。倒也别有风味嘛啊！竟敢食地形鱼，大逆不道，该杀！